原著向 ABO， 穷奇道劫杀后，老祖献因虎符失控疯魔，性情大变，爱花天酒地逛青楼，后连阴姑苏兰氏却在大婚之夜逃婚的故事。今天是蓝忘机和魏无羡的大喜之日，原本清冷如一色的云深不知处，如今房梁上、柱子上因添了喜事而挂满了喜气的红绸。云梦江氏、兰陵金氏、清河聂氏纷纷受邀而来。本从不饮酒的蓝忘机也因今日是自己大喜的日子，与宾客饮了微量的酒。宴会正举行的热热闹闹之际，酒宴外突然传来门声惊扰的喧哗。韩光君，不好了！一句不好，换得宴会上所有宾客都将目光投向了那门生的身上。究竟所谓何事，把这门生吓得如此惊慌？就连蓝氏世家楷模的修养都不要了。蓝忘机因饮了酒，目光有些游移不定，浅色的眸子变得微醺，回首朝门外的门生望去，询问道：何事大声宣扬？门生自知不该在婚宴上大喊大叫，胆子怯了怯，将声音压低几分，语气里还是遮掩不住着急。韩光君，夷陵老祖，魏公子可能不见了。刚刚巡逻时，有门生看见魏公子去了山前贵训石边，极可能是下山了。蓝忘机一愣，宴会最终不欢而散。蓝忘机临时离开宴会，宾客们流言蜚语不断，蓝启人很生气。可魏无羡毕竟是自己的妻，此刻只有他才能去找魏无羡，没有别的办法。待蓝忘机穿着火红的喜服，急匆匆地从酒宴上赶回净室时，洞房里却空无一人。5年前，世人皆传闻魏无羡在穷奇道劫杀时因虎符失了掌控，从而导致性情大变，变得时而疯时而傻。被魏无羡庇护在夷陵乱葬岗上的老弱妇孺们，后来也都已不在。温情与温宁姐弟俩人也一同赴死，踏上了不夜天。蓝忘机几乎是一得到魏无羡失心疯的消息后，立刻赶到了夷陵。可在乱葬岗上如何寻，也寻不到魏无羡的踪影。仙门百家皆传夷陵老祖疯了，傻了，不必害怕他了。于是原本忌惮魏无羡拥有阴虎符的那些世家，因为无羡疯魔后也不再把魏无羡放在眼里，管他去哪也无人问津。但从此阴虎符也与魏无羡一同失去了下落。5年后，是江澄把魏无羡找回来的。江澄找回魏无羡的时候，他一身外挂破旧不堪，头发似乎已经许久未梳理，变得乱糟糟的，面庞也沾染了许多尘土，浑身黑不溜秋的，活像一个落魄的街边乞丐。江澄看他这副鬼样子，宛如从轮廓中看到了魏无羡幼时被他阿弟捡回来的景象。幼时的魏无羡也是这般脏兮兮的入住到莲花坞里。江澄问他这5年他去哪儿了，他也不答。两人僵持着对视了一会儿，魏无羡的肚子便开始作乱，发出不雅的咕噜噜声。江澄拿他没辙，只好让魏无羡先沐浴更衣，填饱肚子。等魏无羡换好衣衫来到饭堂上时，满桌的菜肴立即吸引了他的眼球。他没有搭理江澄，却直接拿起碗筷，飞快地往自己的碗里加了满满当当的菜，心情愉悦地吃起来。江澄不跟他抢，还把莲藕排骨汤往魏无羡那边移了移。魏无羡埋头很实，抬眼看到莲藕排骨汤，想也不想汤碗的碗沿有多大，抱起来就直接喝。江澄想，他恐怕是真的疯了。魏无羡疯了，他江澄可没疯。那天过后，姑苏蓝氏恰好送来联姻拜帖，想要与云梦江氏亲传弟子联姻。可江澄是个前缘，也并不喜欢蓝曦臣，那张拜帖江澄看着就头疼。人家蓝氏是仙门之首，那蓝氏所出的2位亲传弟子都是世家楷模，若拒绝，他江澄会落得个不给蓝氏面子的名声；若答应，那万万是不可能的。如今魏无羡回来了，现在这般疯疯癫癫，又是世间罕有的坤泽，许给前缘天经地义。蓝曦臣与蓝忘机都是前缘，乾坤结合，再般配不过。江澄身为云梦江氏的宗主，总不能时刻看护着魏无羡，这傻人应该也能享傻福吧。魏无羡疯了5年了，也是该找护好人家管管了。于是妥协，云梦答应与姑苏结亲了。与魏无羡成亲的对象，正是世家公子榜第2的蓝忘机。大婚当日，魏无羡还很乖顺地穿上了喜服，
凤冠霞帔，在洞房里等待蓝忘机。可堂前3拜过后，蓝忘机便须在宴会厅接待宾客。等蓝忘机应付完酒宴上的宾客，回到洞房时，魏无羡却不见踪影了。1个时辰前，魏无羡坐在大红床榻上，翘起2郎腿琢磨着。这蓝忘机平素便与自己样样不合，相看两厌，怎么会在他刚回云梦那时就发来2家联姻的请帖呢？蓝忘机应该很讨厌他才对，怎么可能会娶她？5年，他都装疯卖傻5年了，好不容易在一处世外桃源隐居安顿了下来，本打算就这样安逸的过完此生，再也不管仙门纷争，却不巧碰到夜猎的江城，被自己的师弟给撵了回来。如今装疯卖傻的对象可是蓝忘机，他真怕蓝忘机与他相处久了会看出什么破绽。魏无羡腾身在床边来回踱步，大手往腿上一拍，觉得这样下去不行，把红艳的喜服从身上脱了下来，摘下凤冠，赶紧换了一身自己离开云梦时带到姑苏的便装，思绪停顿了一会，从蓝忘机的枕下拿走了通行谕令。蓝忘机在魏无羡身上留下了一些蛛丝马迹，凭借着存留在魏无羡身上的一丝灵力，蓝忘机很快便搜寻到了魏无羡的位置。当他发现魏无羡消失在洞房里的那一刻，他突然变得又急又慌，气息都紊乱了，胸口像是被什么东西给堵满了一般，心脏也在隐隐作痛，扑通扑通一声一声打在他的胸前，跳动的特别快。5年，他寻了魏婴5年，5年，他替温情一脉照顾了温苑5年，好不容易寻到那命定之人，却在他转眼间再一次跑掉。也不知自己是怎么了，蓝忘机竟连喜服都没心思更换，便御剑飞驰赶往魏无羡离去的方位。蓝忘机不能想象魏无羡身为昆泽孤身一人，傍晚跑出去会发生何事，他只求魏婴无恙。蓝忘机达到魏无羡所在的位置时，原本松弛的手却紧握成拳头，攥得绷紧，持剑的右手因把剑鞘握得太紧而微微站立，剑柄上的素色流苏不停地在空中晃动，他满心满眼都是那人，而那人现在却在这里花天酒地，没心没肺，毫无感情。夜晚的集市热闹非凡，听路过的行人说今夜还有烟火大会，正在此时燃放。蓝忘机抬手望向远处那栋最高大的建筑，浅色的瞳孔不受控制的动容起来，眸子里显露的全是不敢置信。魏无羡正在那里，他怀里搂着一名相貌十分艳丽的青楼女子，两人朝三暮四，眉目传情，嬉笑在一起，好不欢喜。蓝忘机来到醉仙楼下，门外那老鸨正笑眯眯地拉揽着前往酒楼的客人，视线一瞥，便看见自家大门前出现一抹喜庆的大红身影。那老鸨仔细一瞧，发现蓝忘机无论是相貌还是衣品都比常的男子要脱俗不凡，虽不明白为何这男子要穿着大红喜服站在自己的酒楼外，但长得这么好看，怎能不拉进来做客呢？